最近，中国政府高层组织的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引起了海内外所有人的关注。为什么关注呢？核心就在于马云也参加这次会议了。我们后面慢慢说。那先说这为什么要搞这次座谈会？你看，这首先就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在2024年陆续发生，包括就业问题、经济的下行问题、人们的信心问题。但是呢，在2025年一开年，又有很多非常正面的东西横空出世。你 DeepSeek 横空出世是吧？这不仅震惊了中国的人工智能圈，连美国的人工智能圈也都大呼小叫。还有包括这个语数机器人，那放出了一段视频，闪转腾挪，比美国那机器人那灵活厉害得多了。对，都上出来扭秧歌了。对，出来扭秧歌也是让很多人大大惊艳了一把。虽然很多人诟病啊，说他扭秧歌的时候手里是有一根绳牵着这块布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语数机器人它的整体的性能肯定已经远远超出人们原来的一个预想。包括最近又电影圈横空出世了一个哪吒2。不仅把历史的票房最高纪录 double 了一下，已经达到了120多亿，而且已经火出了海外，火出圈了，可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很成功的一个出海行动啊。但这些里面大家看都没有国企啊，都是民营企业搞出来的。所以政府高层肯定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你说创新就是得民营企业才能搞得出来，这国企确实在创新能力方面要差很多。那你要跟美国去 PK 人工智能，去在创新领域去竞争，那你少了民营企业家，那怎么行呢？所以这次你看民营企业家这次座谈会的规格之高那都必须得是一把手去，就像任正非老先生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亲赴现场。华为本来他就安排了一个董事长职位呢，为什么安排董事长？就是你看有一些外事活动什么一些交流活动那任正非先生呢能不去就不去了。那这次他都亲自去了。这些公司没有一个是派什么副总去的，全都是一把手去的。那发言的这几位也很有讲究，你看有包括华为的任正非、比亚迪的王传福、新希望的刘永好、维尔半导体的于仁荣，这位老兄特别有意思后面会重点说。然后还有语数科技的王星星、小米、雷军这6位民营企业家负责人就相互发言其实这6位企业家分别就代表了人工智能、芯片、机器人、新能源还有农业领域。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嘛，所以刘永好呢就代表了一个基本盘，所以也要发言。但是语数科技的王星星他是非常年轻的一位，他能够在这么多的大佬云集的场合他作为6位仅有的发言人之一进行发言。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个机器人领域在国家未来一定是一个重点的战略。所以昨天机器人板块集体大涨，很多股票都涨停了有点令人意外的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虽然到场了，也坐第一排了，居然坐到了马化腾旁边，但是没有发言。对，但他能坐在第一排，还能坐在大佬马化腾旁边，已经说明 DeepSeek 的重要性已经被意识到了。那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谈谈这次座谈会非常有意思的5个细节，从中可以琢磨出非常多的味道。首先这个第一个细节就是座位非常讲究当然了，中国的这种座谈会座位讲究那是习以为常首先就是发言的这6位坐在了第一排的正中间，然后马云、马化腾分列左右，作为左右护法。他们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市值又高的大企业家，但是这种会议上你们又不能发言的话，那你就坐在边上靠边站。但这2位各有各的问题，所以他们不能发言呢。虽然马云在这次座谈会上没有发言的机会，但是马云却确实是这次座谈会场外的所有的焦点所在。为什么？马云他上桌了呀。因为这次马云终于上桌了，而且还是第一排，他也握手了。但是呢，他是靠边的，没有发言。那像马云这么一个爱讲话又能讲话的人，他来了，你又不让他说话，那要让他来干啥呀？关键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就是如果马云这次没来，那意味着什么？是吧？你看李彦宏这次就没来嘛，那就意味着百度现在很不得人心嘛。那马云又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又受到海内外所有人，包括以伊隆马斯克的一个长期关注。Where is Jack Ma? Where is Jack? Do you know? I know, I'm sure. 那你说他如果不出席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那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就大了。第2个细节就是马化腾也来了，但是他怎么就坐边上了呢？而且也没有发言的机会。那咱们一看这个马化腾现在他的主营业务就立刻就明白了。马化腾现在主营呢，就是一个是游戏，一个是通信的终端软件，还有一个就是金融支付方面。那金融支付和通信软件这方面，其实你没什么太多创新了已经。
只能是说便利了大家的生活，但是跟创新领域，比如说什么大数据啊、芯片啊、人工智能都不太相关啊。虽然你接入了 DeepSeek， 但是你是接入者，你不是 DeepSeek 的缔造者，是吧？对。那游戏领域呢，又是前段时间被打压的一个领域，所以马化腾的企业，你在税收方面很好啊，可以继续，但是你在创新方面需要加强了，那你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啊。那他为什么又出现在另外一侧啊？我感觉就像啊，你看马云我没给你机会发言，你坐在这边了，那么马化腾呢，我给你安排那边也没发言，你看你俩呢体量也差不多，那这么一对比呢，好像我也没亏待马云嘛，所以可能也是作为马云的一个陪衬，所以马化腾现在感觉就像一个工具人的作用啊。第三个细节啊，就是这位于仁荣啊。这哥们儿啊，我觉得他之后必须得出示一张腰不好的体检报告，要不然他没法解释他这个坐姿啊。你看他这个眼神啊，我就看了这段视频，我就想找一下他的温和的眼神，没有，眼神一直非常犀利，表情冷漠，姿态松松垮垮，基本上就是全程瘫在椅子上。我就找了所有的镜头，那都是瘫在椅子上。你说我想给他找点理由都没有办法。更有一些侧瘫啊，就是这么侧瘫就是啊，你说你正面瘫咱就不说啥了，你这个侧瘫就感觉更令人发指，这发言的时候还要侧瘫。那说实话，要是我的员工跟我开会的时候，那要是这个态度这个坐姿，那我都要发火了。所以就有评论就说啊，这个人啊，他就自称是威尔半导体的一个员工，他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这位董事长于仁荣啊，说你开会，你开这样的会，怎么能用这样的坐姿呢？那都被你搞的，我作为员工我都害怕呀。我就正襟危坐一下，我就特别奇怪啊，怎么就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来提醒他一下呢？哈，在这里我就有个建议，我就建议啊，以后开这种会，在桌子上应该有一个提示灯，就是有些人呐，他身体可能坐姿不对啊，或者这个那个的，就松松垮垮、懒懒散散。他们呢，毕竟呢，他在自己的企业里当企业一把手习惯了，就可能散漫惯了。那就像有一些坏学生，在老师的课堂里，那有的学生也是懒懒散散的，就是因为啊，他就长期养成了这个习惯，即使在一个很威严的场合，他们也就很难改掉自己这种习惯。那有这个指示灯，你看就好办了哈。你看在指示灯旁边，咱们再放一个说明书，就说明这个亮红灯是啥意思呢？就一亮红灯啊，就是提醒你得注意一下这个坐姿啊、仪态啊、语气语调。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咱们高规格的会议场可以改进的一个点啊。我觉得这个呀，目前还是这个会议组织工作人员这工作做的不细啊。那在第4个细节啊，就是企业家现在在这个会议上，你看他们虽然一个一个都是各个企业的一把手，都是通过企业的做大做强，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凡的能力和眼光。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杰出的一群人了。但是啊，你看他们在自己的企业里，虽然也都颐指气使、说一不二，但是他们参加这样的会议，他们也仍旧非常渴求知识，所有人都拿笔在那儿认真的记啊。虽然有的时候记着记着就停笔了，但一看很快就意识到，看周围人都在记也就赶紧拿起笔来就继续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啊，你看咱们企业家、民营企业家虽然都已经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还能够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就不断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这样呢，企业才能继续做好、做大、做强啊。第5个细节啊，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这个有关报道里面关于企业家们都说了些什么。按道理来说，座谈会，什么是座谈会？就是交换意见嘛，而且是以提问题、提困难为主。咱们这次呢，就是看来还是以打气为主啊，我就看出来了。我估计发言的这个企业家的稿子啊，也都是经过审核的。所以这次开会呢，主要是给大家看对民营经济的一个重视和支持。所以我就想，如果后续呢能够像副总理这个级别啊，能够再组织一些具体的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一些会议，建立一些渠道，比如说对一些远洋捕捞啊，对民营企业的一些不公的对待的一些现象，让企业家有一个直接申诉的一个渠道啊等等。如果这些细节能再落实一下，那就更好了。总而言之啊，很明显这次会议的信息量还是很巨大的，能看出来对未来产业的一个支持方向。那对民营经济呢，也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持力度，这个没什么疑问啊。因为很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因为最近期的主要的一些关于人工智能、芯片等等各个领域的一些创新都发生在民营企业，没有民营企业的这些创新，那怎么去跟美国对抗啊？而就业啊，还有 GDP 经济增长，真得靠民营企业。我们就回看一下，你看无论是新能源赛道啊，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是芯片，还是通信领域啊，你说现在哪个国企的领导人敢跳出来说这个事儿我能搞定啊，你给我投钱就行了？
现在啊，能力最强、脑瓜最灵活的都跑到民营企业去挣钱去了。民营企业这个经济中的重要的补充，它的成分的地位啊，应该有所提升。那我们再结合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些其他现象，包括要警惕的通货紧缩呀、高企的失业率啊，还有2025年总体宽松的这个货币政策。所以我相信2025年应该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和股市都能大幅回升的一年，应该是中国经济回暖的一年。所以对于这次座谈会啊，我是非常看好的。虽然海外很多自媒体啊都在那儿各种指摘啊，说这个马云没有被真正的重视，就说你可能是被原谅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和好啊，等等各种信号呢还不够明确呀，等等。就不管这些人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但是你想有这个座谈会总比没有强吧？那你有这个态度总比没有强吧？所以我认为啊，在2025年。一个整体政策回暖的一年，也就意味着中国整体的股市和经济回暖的一年。本期就讲完了。